在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只乌岭燕鸥正在捕鱼。这种海鸟有个矛盾的特点，因为害怕溺水，所以从不贸然让翅膀沾湿。除了浓烟滚滚的岛屿，海面一望无际。它为何会看上这险恶的环境？答案就藏在海面下数里的深渊之中。在深不可测的海底平原，另一种谜样生物阿尔文虾以此为家。它们虽然瞎眼，却能在荒凉的环境中来去自如。每当一座海底火山爆发，命运便牵起这两种奇特的生物。它们不仅分享这危险的世界，火山更成为它们生命的共同主宰。乌岭燕鸥和阿尔文虾生活的太平洋，覆盖了地球表面的1/3。它们住在太平洋中最善变的区域，号称火圈。火的形成来自于巨大的板块滑到另一个板块下，而产生皱褶并断裂，形成全球最大的山脉和最深的峡谷。来自地心深处的熔岩，从裂缝喷出，迎向光明。通常只有当液态岩浆冷却凝固，经数千年累积的山脉总算露出海面，我们才会注意到这座火山。在夏威夷，岩浆流仍持续不断地堆高这座火山的山顶。若从它在海底的基部测起，会是世界上已知最高的山。有些火山慢慢的成长，有些则选择一鸣惊人。短短3天内就生成3个新的火山口，速度之快让人措手不及。由此可推测，在太平洋火圈上，也许还有一些未知的岛屿有待探查。探险家终究会为岛屿命名，但往往是海中的旅者先找到它们。对座头鲸来说，从南极长途跋涉到热带温暖水域，新生火山周围滚烫的海水，仿佛是热情的召唤。对乌岭燕鸥来说，岛屿是茫茫大海上的方向指标。
他经过长途飞行，大可在此歇息，但他丝毫不打算着陆。不可思议的是，乌岭燕鸥一旦羽毛长齐，生命中的前4年完全在飞翔中度过。它甚至能边飞边睡，一旦太靠近水面时就会醒来。它的羽毛不像其他海鸟含有防水的油脂，只要身体沾得太湿，就会向海绵吸水并溺毙。这只燕鸥已经成年，流浪的生活告一段落。现在，它得在广阔无边的海上找到伴侣，繁殖后代。凭着直觉，它回到它诞生的岛屿。托付阿岛上冒烟的火山口，提醒着岛屿狂暴的诞生过程。托付阿岛曾是热闹的燕鸥天堂，但此刻连燕鸥的影子都没有。不过看得出有鸟类试着筑巢的痕迹。问题的根源不是冒烟的火山，而是水手引进的外来入侵者——老鼠。当燕鸥刚来到这些偏远地带时，还没有老鼠的威胁，在地面筑巢也相对的安全。但海鸟无力招架老鼠的尖牙和灵巧。燕鸥的希望落空了，它必须转移阵地寻找同类，而且动作要快，否则将会错过繁殖季节。托付阿岛位于东加火山链上，因此周围还有很多岛屿可以碰运气。火山岛群排成一列，有如严整的军队。山峰高耸入云，地基稳稳地立在深渊中。最古老的岛与喜马拉雅山年纪相仿，都是由大陆板块经剧烈撞击产生的。有时火山山顶就位在海平面下方，珊瑚便利用它当作支架，形成礁石。一旦火山隆起，珊瑚礁就会突出海面并干涸。珊瑚在阳光下欣欣向荣，而奇特的盲眼阿尔文虾，得名自首度发现它的潜艇，则生活在海面下方1里，伸手不见五指的火山山脚边。向下潜入海洋，光线逐渐消失，动物的生存法则也起了变化。探险家在漆黑的海中，利用强光灯寻找像水母这类生物。如果没有灯光，水母近乎隐形，
但它能靠化学反应自体制造光线。斜眼的乌贼也会发出生物光，虽然有时暗淡低调比较安全，但它仍然需要光线来吸引伴侣。越接近海底，生物也越来越奇特。它们的身躯是流体，以便承受比地面大上几百倍的压力，而且海水冰冷无比。由于太阳是地球生物的能量来源，科学家曾相信，在又黑又冷的深渊中不可能有生命存在。但如今已在此发现比陆地多出数百万的物种，堪称地球上最繁荣的生物圈。许多新发现的物种还没有命名，有的则得到好认又好记的绰号，像是小飞象章鱼。这是弯嘴蓝子鱼，可能从恐龙时代就生活在地球上了。黑暗的深海平原上没有植物生长，生物学家一直相信这些古怪的生物都是靠从海面沉下的食物碎屑为生。这个说法不完全正确了，因为这里多数的生物其实是仰赖一种完全不同的能量来源。在海面上创造山峰和岛屿的火圈，以相同的剧烈手法雕塑海底。数百座迷你火山将化学能和热能喷入冰冷的海水中，形成所谓的深海热泉。热泉喷口的两侧覆盖着像白雪一样的细菌，可以把化学能转为食物。源源不绝的能量让细菌不断滋长，任何能附着的表面都要善加利用，就连活生生的铠甲虾都不放过。铠甲虾很乐于接受送上门的食物。在这个暗淡的神秘群落中，一群叫做阿尔文虾的甲壳动物扮演了食腐或清理者的称职角色。它们不但吃其他生物的排泄物，还提供清理细菌的服务。铠甲虾、螃蟹和贻贝，形形色色的海底生物都少不了阿尔文虾。阿尔文虾有好几种，长着白、黄、红等颜色，但亮色对盲眼虾来说无用武之地。虽然它们的眼睛看不见颜色，但却能侦测热水释放的红外线热波。这有点像是看见烧红的热铁，不是因光线而发亮，而是高温。因此，它们能够靠近滚烫的热泉觅食，而不至于靠得太近而被活活煮熟。精明的阿尔文虾还发现迷你火山的另一个妙用。
较轻的热泉在冰冷海水中迅速上升。这些永生流为各种海中生物提供了免费往来的顺风车。对生活在海底的成年阿尔文虾来说，海流帮了一个大忙，替他们将后代传播到远方。阿尔文虾的卵孵化后，会和海床上各种数不清的卵和幼虫一起由海底盘旋而上。幼虾渐渐长大，长得却和父母非常不一样。它们有着大大的眼睛，它们的视力即使在黑暗中都很管用，能够辨识箱形水母等肉食者所发出的生物光。因此，有机会瞥见深海水母的闪光，躲过一劫。但这仍只是个机会。阿尔文幼虾很可能沦为其他生物的盘中孙，但它们也得进食。脑足类生物数目更庞大。抽动的游泳方式让它们十分显眼，很快就引来狼吞虎咽的水母。而阿尔文幼虾也属于脑足类一族。小虾米的泳技略胜一筹，它们将长毛的脚当桨，大难临头时就能派上用场。面对像五线右位这么缓慢的掠食者，桨可能会有用，但敏捷的乌贼可没有这么好对付。它借着透明的身体当作掩护，能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幼虾。但乌贼有一大败笔，它的腹部不透明，所以躲不过虾子的眼睛。而且无论乌贼朝何处移动，它的腹部始终朝上。较小的水流沿着深海的轮廓汇集，逃过一劫的幼虾随之漂流。在下方的海床上，巨大的隔离不放过任何落在身边的食物。在瓶颈地形和峡谷中，肉食动物像食人树一样站立等候。海扇和海葵的远亲海百合，等着捕捉运气不好的幼虾。
当水流碰到海底火山的山壁，就会再度上升，携带着阿尔文幼虾和其他浮游生物。无意间，一些幼虾就被送到光明世界。这可不是桃花源。一旦它们脱离水流，就会想办法回到下方黑暗寒冷的海底世界，继续展开不可思议的旅程，在深渊中寻觅新家园。在阿尔文虾产下数百万的卵之际，燕鸥也忙着繁殖后代。曾经在太平洋上流浪，几乎足不着陆的母燕鸥，现在朝着名为东加山的小岛飞去。数年来独来独往的它，现在有了数以千计的鸟群相伴。它往聚居地的中心飞去。乌岭燕鸥的噪音特响，故又名清醒的鸟。它直直飞入鸟群，寻找伴侣。经过快速的梳洗，母燕鸥再度启程。它停留得如此仓促，仿佛渴望回到从前的生活。好在她的另一半会与她分摊保姆和觅食的工作，现在由丈夫留守在蛋旁。她趁机在漂流的椰子上稍事休息。此时在岛上，新生的幼鸟正由耐心的鸟爸爸照料着。她不能久留，嗷嗷待哺的孩子还等着她。母燕鸥扫视海面，注意海面下的一动一静。它要捕的小鱼专吃浮游生物，但燕鸥和其他海鸟不同，它无法深潜入海中追捕猎物。它只能在空中盘旋张望，等待支援的来临。总算，水中出现骚动。鲨鱼的背鳍是个好兆头。当鲨鱼开始绕圈，惊慌的鱼群朝着光线互相向上推挤，最后紧紧聚成一团。只要鱼群靠近海面，就更容易捕捉。但它们对燕鸥来说还是太深了。尾鱼大军加入战局，把鱼群赶得更紧，逼着它们跃出水面逃生。这就是燕鸥下手的时刻，呼喊和尖叫传遍海面，吸引了越来越多饥饿的燕鸥，轻轻掠过水面就能大快朵颐。
靠尾鱼觅食有其风险，因为鱼群很快就散去，母燕鸥必须赶快带新鲜食物回去给孩子。当尾鱼减少，它就得搜寻更远的海域。但它能感应地球磁场，并在太阳或星星的指引下找到回家的捷径。在它下方深邃的海洋中，至少有一只阿尔文幼虾存活并长大成年。它故乡的原始栖地一片荒芜，停止喷发的海底火山已经完全干枯，少了化学能，细菌不再滋长，生命也因此绝迹，提醒了我们火山的寿命有限，曾赋予的生命终将收回。还好，年轻的成虾早已离家远行，但现在跟父母一样两眼全盲，无力面对新的危机。而在此，各种生物都有不同的致命武器。剑鳗有750节脊椎骨，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它身上每一寸敏感的皮肤都能侦测颤动。虾子不会造成太大的波动，说不定能悄悄地溜走。前方还有更多难关。想要闪过水母有毒的触手，就像要安全游过地雷区一样困难。不过虾子有一项安全机制，它的触须非常灵敏，甚至能察觉极小动作造成的颤动。而对于逃过一劫的虾子，触须可能还有一项关键作用。科学家认为它能察觉远方海底爆炸所造成的颤动。他们相信，身怀绝技的虾子不只是随波逐流，而会主动游向声音的来源。但它实在太小了，只要再碰上另一座巨大的海底火山，又会被海流向上带。肉食的海鞘在坡上一动也不动，即使是最精准的触须也感觉不到。在每只成虾所产的数千只幼虾中，也许只有1、2只能侥幸逃过魔掌，继续向前。盲眼虾的另一项法宝是精准的嗅觉，能够闻出水中淡淡的硫化物气味。最后，它也像父母一样能察觉热度。声音、气味和热度这些细致的感官，在黑暗中一样灵敏，带着它逐渐接近海底火山。小小的阿尔文虾，凭着直觉穿过深海，来到地球上最险恶的地方之一，闯入海底爆发的现场。
当水火还在大战，尘埃尚未落定，阿尔文虾忙着探索着可能的新家。在较低的坡上，生活会比较宁静，有些虾子已经安顿好了。但这里的海水酸度很高，就连他们常清理的蛤蜊都长不出壳。所以在此落脚的拓荒者，不但没有等着被清理的客人，食物也会比较少。饥不择食的螃蟹开始对同类下手。灵活的虾子一涌而上，攻击伤亡双方。弹性的饮食习惯能帮助它们在不安稳的环境中求生。但如果太靠近危险地带，那就无可奈何了。有些虾子被掉落的石头碾过，有些则被酸雾灼伤，或被活活煮熟。在这场危险游戏中，生存者开始同类相残，最大只的虾子变得更加肥壮。如果运气够好、够强壮，还有机会躲过下一场爆发。岩浆遇到冰冷的水温，便立刻结固。但是要以此造出整座山峰，还不甚牢固。迟早有一天，山顶会冲破海面而出。在空旷的广阔海面上，一座新的岛屿形成。每当新的岛屿形成，东加王国的领土就跟着扩大。岩石常因海浪冲蚀而磨损消失。这座新生岛屿由细石组成，应该相当坚固，足以抵抗海浪的拍打。
刚捕完鱼的乌林燕鸥路过此地，并不了解新生火山运动的重要性。他只是要回东家山岛喂养幼鸟。燕鸥选择居住的岛屿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天堂，非常适合哺育后代。但这座岛也是一座活火山，它突然爆发，厚厚的火山灰覆盖住大半的岛屿。空气中本应充满成年燕鸥的尖叫和幼鸟的喧闹，但此时却陷入诡异的死寂。在燕鸥栖地的中心，出现一个新的火山口。虽然看似豪华的温泉游泳池，但池水却含有剧毒。岛屿还没平静下来，陆地和海洋互不相让。浮石是火山猛烈喷发的见证。余震摇撼着山壁，到处都有悲剧的痕迹。燕鸥在活火山上繁殖后代，有时就得付出这种代价。但燕鸥仍疯狂地寻找它的孩子。少数在树上筑巢的鸟侥幸逃过一劫，但燕鸥是聚居在地面。有些成鸟可能飞到安全的地方，但它年幼的孩子还不会飞。它不只用眼睛看，也试着听海浪以外的声音。每只幼鸟都有独特的叫声，能让父母在鸟群杂乱的大合唱中找到它。这种叫声在火山喷发后也派上用场。
失去丈夫的母燕鸥，现在一肩扛起所有责任，不但要保护幼鸟的安全，还要让它温饱。火山爆发也许对燕鸥造成不幸，但离岸不远处却洋溢着新生的喜悦。这些座头鲸通常会继续游向热带，寻找够温暖的水域来生产。但它们身旁已经有了幼鲸，表示幼鲸可能就诞生在这些火山岛之间。座头鲸必须避开沉云般的硫磺，但这些热泉和其他东加岛屿上的近期火山活动，让整个海域变成临时温泉区。时机对鲸鱼来说刚刚好，火山爆发让它们免去几千里路途的跋涉，趁机休息一下。母燕鸥又开始忙着捕鱼。但孤单的幼鸟太过脆弱，它必须留在岛附近，不能再大老远寻找尾鱼当帮手。在深海中，这座杀死无数燕鸥的火山，却是生命的催化剂。化学能量刺激食物链，浮游生物再度靠着上升暖流浮上海面。将硫磺物一分为二的蓝色海水，从海底涌升，并携带着丰富食物。黄昏时分，小鱼靠着夜色掩护浮上水面，捕食浮游生物。而乌贼则从海底冲上来大啖小鱼。有些乌贼也同时跳舞求偶，用与生俱来的生物光诱惑异性。海上流浪的岁月，让燕鸥学会辨识细微的夜间讯号。丰富的宵夜，正是它和其他生还者最需要的。
黎明一到，乌贼就返回深海。看起来它已大口地吞下食物，它的幼鸟要挨饿了。但孩子明白，它的叫声能刺激母鸟反刍，吐出一只斜眼乌贼给它当早餐。还有一只。这顿约为幼鸟1/3体重的大餐，能让它撑上12小时，而母亲则马上再去捕鱼。火山爆发几乎夺走母燕鸥的一切，但现在丰盛的食物唾手可得，就不难理解燕鸥为何会冒险在变化无常的火山岛上筑巢。岛屿不只提供哺育幼鸟的空间，火山也帮忙把食物送上海面，让不能沾湿羽毛的海鸟得以维生。在深海中，火山也主宰着阿尔文虾的生死。但这盲眼的奇特生物也懂得善用火山喷发所赐予的新家园。靠着热泉的能量，阿尔文虾的新群落欣欣向荣。有些成虾已经产卵，让上升暖流载着幼虾上路。这些年轻拓荒者的目标是吃饱和生存，利用非凡的感官找寻远方下一场海底爆炸，借此在黑暗深渊中扩张势力范围。然而，有些幼虾将会卷入强劲的海流，冲向赋予它生命力量的火山壁，然后慢慢地飘向险恶的光明世界。